日我哋要拆解一隻令無數投資者又愛又恨嘅股票——阿里巴巴。而關於阿里，我諗用一句話嚟總結華爾街而家嘅睇法。佢哋一方面話阿里增長死緊啦，但係另一方面又同時相信佢盤數可以繼續印銀紙。呢種精神分裂式嘅睇法係咪好矛盾呢？而正正係呢個巨大嘅矛盾，為我哋提供咗一個幾高安全邊際嘅投資機會。我諗大家都唔會反對。而家市場大多數嘅共識，或者我哋叫第一層次思維啦，喺阿里最新業績公布前可以話係好悲觀啦。普遍嘅講法係阿里已經係一間成熟、增長放緩嘅電商巨頭，喺國內俾拼多多、抖音呢啲後浪打到落花流水，陷入咗激烈嘅內卷泥潭。再加上地緣政治同監管風險就好似個計時炸彈咁，唔知幾時會爆，所以好多人覺得佢係一個潛在嘅價值陷阱。呢種諗法有冇道理？有㗎，連頂級對沖基金好似橋水 Bridgewater 都喺2025年第二季清倉式咁沽走佢哋嘅持股。呢個動作本身就係市場主流睇法最有力量嘅證明。佢哋見到嘅就係利潤率受壓，護城河好似不斷被侵蝕緊。好，主流嘅故事我哋聽完啦。但如果我話你知，所有呢啲悲觀嘅預期已經完完全全反映晒，甚至係過度反映喺而家135美元嘅股價入邊呢，就係我哋做嘅反向 DCF 分析。簡單嚟講，我哋唔係去估阿里值幾錢，而係問以而家135蚊嘅股價，市場究竟預期緊阿里未來嘅增長有幾差？個答案真係嚇你一跳。分析結果顯示，而家嘅股價隱含咗市場認為阿里未來10年嘅收入每年嘅複合增長率只需要 7.1%。7.1% 係咩概念？呢個數字遠遠低過阿里過去5年 15.7% 嘅平均增速，更加遠遠低過佢核心業務所在行業嘅預期增長。電商行業普遍預期有超過 10% 增長，而雲計算更加有超過 20% 嘅增長。即係話你今日用135蚊美金買入阿里，你根本唔需要佢重現昔日輝煌，你甚至唔需要佢跑贏行業，你只需要佢唔好死得咁慘，證明市場嘅極端悲觀係錯嘅，咁佢嘅價值就已經有重估嘅可能。呢度係咪已經出現咗一道裂痕呢？咁點解市場會錯得咁離譜？呢度就帶出我哋嘅核心觀點，我哋嘅第二層次思維。市場正因為一啲非基本面嘅恐懼，例如地緣政治，但係與此同時，阿里嘅基本面正正處於一個由 AI 驅動嘅結構性增長拐點。市場犯咗3個嚴重嘅誤判。第一，對競爭嘅誤讀。冇錯，利潤率係跌緊，但市場忽略咗呢個係成個行業，包括拼多多在內，為咗佈局下一代服務，例如即時零售而進行嘅一場戰略性投資。而阿里嘅投資已經換嚟實實在在嘅用戶增長，佢哋嘅即時電商月活躍消費者同比增長咗 25% 㗎。第二，對 AI 潛力嘅嚴重低估。大家諗下，淘金熱最賺錢嘅通常唔係淘金工人，而係喺旁邊賣工具、賣牛仔褲嘅人。喺今次 AI 浪潮入邊啦，阿里雲就係扮演賣產人呢個角色嘅。佢哋提供嘅係強大嘅雲計算平台，俾成千上萬嘅企業喺上面開發自己嘅 AI 應用。而阿里更聰明嘅地方係佢哋唔想連把鏟都受制於人，所以投入巨資自研 AI 晶片。咁做嘅好處係咩？就係可以確保自己嘅產，即係雲服務，唔單止性能更強、成本更低，仲可以減低對美國先進晶片出口管制嘅結構性風險。呢個先係真正嘅護城河證據。阿里雲同 AI 相關嘅產品收入已經連續8個季度實現3位數增長。你冇聽錯，係連續2年，每個季度都係3位數增長。呢個唔係故事，係印喺財報上嘅真金白銀。第三，對核心電商回血能力嘅無視。市場日日都話阿里電商業務唔掂，俾人搶晒生意，但魔鬼喺細節度。財報入面一個最關鍵但好多人忽略咗嘅指標叫做客戶管理收入 （Customer Management Revenue）。喺最近嘅季度已經恢復翻雙位數增長。呢個指標係咩意思？簡單講，就係反映緊商家有幾願意喺淘寶、天貓平台上面賣廣告、做推廣。GMR 恢復雙位數增長，直接證明咗阿里嘅電商平台對商家嘅吸引力同變現效率，並唔係好似市場想象中咁差。佢嘅造血能力正喺度悄悄咁復原緊。所以我哋睇到嘅故事唔係一間垂死嘅電商公司，而係一間核心業務展現超強韌性，同時 AI 增長引擎全速開動嘅科技巨頭。而講到管理層嘅資本配置，佢哋將剝離非核心資產嘅錢用嚟做股東回購，呢個更顯示出管理層對股東友好嘅清晰戰略。講到呢度，相信大家已經明白，一邊係市場共識嘅價值陷阱衰退故事，另一邊係我哋見到嘅由 AI 驅動嘅結構性拐點。咁究竟邊個故仔先係真？我哋應該點樣量化潛在嘅回報同風險呢？老實講，要拆解呢個問題就唔係3言2語可以講完，因為佢牽涉到一個極度複雜嘅3情景財務模型分析。我哋構建咗一個包含基本情景 （base case）、樂觀情景 （bull case） 同埋悲觀情景 （bear case） 嘅完整 DCF 模型。喺我哋嘅 Patreon 獨家內容入邊，
我哋會同你逐點拆解點解我哋認為即使喺一個比較保守承認競爭壓力嘅基本情景下，阿里嘅內在價值依然高於急升後嘅135蚊美元。喺樂觀情景下，即係 AI 業務成功釋放價值，阿里嘅股價可以去到幾高。最重要嘅係我哋會分享成個三表聯動財務模型，你可以親手調整每一個核心假設，例如雲業務嘅增長率、淘天集團嘅利潤率，甚至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WACC， 即時睇到佢哋點樣影響最終估值。我哋嘅敏感性分析顯示，雲業務嘅增長對估值嘅正面影響更加係遠遠大過地緣政治風險帶嚟嘅負面衝擊。最後，我哋仲會詳細講解我哋嘅事前剖析，即係喺咩情況下，我哋呢個投資論點會徹底失敗，例如中美關係急劇惡化，或者國內演變成焦土式價格戰，呢啲極具深度嘅量化分析，先係做出專業投資決策嘅關鍵。如果你都想好似專業機構投資者咁掌握全盤數據，做出最理性嘅判斷，就即刻點擊下面嘅連結，訂閱我哋嘅 Patreon 專欄啦。好，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